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做了这样子的大型的一个刷冰场，这样呢就解决了我们在地狱交通所需求的大量的冰块的问题。那么这个刷冰场呢，我们上次还留下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里，每次当我们玩家从开头挂到末尾，最后再回到开头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如果顺着这里的水流，这里没有做任何的处理，我们就会最后被冲到这里来，冲到靠后的地方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的第5个冰我们是挖不到的。我刚刚这里又加了一个活塞，其实这里的装置也是很简单，我们只用把这里的压力板后面再加一个3档的中继器，把红石连到这里来。我们这一次再来尝试一下。好，我们玩家会被这个活塞推到头，这样呢就可以挖到第5个冰块了。好，又到了我们的高达机器人模型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又多了几位舰长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位，这位名字 ID 叫做请保持礼貌，然后第2位小点上，第3位 Jason5734， 第4位 Michael Beer， 然后他在直播间还送了一个摩天大楼，这边我们也做了一个摩天大楼在这里，那么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支持。其实我这2天想把紫松果农场做一下，但是今天把自己的仓库里面翻了一下，发现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材料，缺的材料主要就是石英家里面只有2组还不到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干的事情是一件非常你们最喜欢看的，把地狱开一个盾构机进去炸一下，炸一些石英出来。我盒子我上一期是到哪里去了的？真的是日常找不到盒子。如果说今天碰巧找到那个灰色盒子，那是不是就特别的开心？完了，我自己的存档我不知道怎么走，我这是有多久没有玩这个存档了？往西边走，我方向记错了，往西边走。我感觉我每次上线玩游戏都是第一件事情就是找盒子，到处在这里，没有红石了吗？谁告诉我红石上一次我放到哪里去了？这里的红石还是有那么一点点，可以稍微用一下。我们今天赶紧挂一个纸人吧，挂一个纸人放在上面。你好呀，我现在那个伪和平没有开吧，没有关吧，挂了也没有用，关掉，关了吧。好，上面它没有复制地毯就行了。我们要不要把地狱伪和平把它开开？这个狗我们要让它站起来吧，好像要让它站起来。然后我们再丢珍珠，我们等一下回来的时候就可以利用它来回来。那我们就飞到那里去，飞到西北这个方向。没有怪吗？这个要怎么开啊？我不记得了，之前是怎么开的呀？完了，这是我做的东西。怎么弄啊？反正他们还在，我记得是要往这个漏斗里面丢一个东西。开始会投了。好，开始投东西了，可以了。我靠，终于找到我的那个灰色潜影盒了，在这里，我居然找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被我找到了，找到我失散多年的这个潜影盒。我回去我得利用这个地狱门啊，我又把它捡起来了。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往里面丢东西，往这个漏斗里面丢东西。回来了 ，nice， 还可以。我记得当年在地狱里面开盾构机的时候，我那炸了多少石英出来啊？挖了整整1箱子石英，都还没有用时运去爆，用时运爆那得爆几箱子啊？那肯定得爆4、5箱出来。第一次炸肯定要做3连的，再别做2连的，2连根本就不够用。我已经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了。这里是红石块，那其实这个盾构机，就比如像这种
绿盟这种机器全都是靠的像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，一个推了，然后后面就产生连锁反应。这边普通活塞，这个活塞后面就是复制 TNT 的，反正这个复制单元就照着这样做。这里放一个方块的作用就是让它这个栅栏这里能够让它连上，如果这里没有连上，我们最后在这里放 TNT 的时候，它就没法将它弹射出去。这里如果你这里没有放方块，它这个碰撞体积就不一样，最后在推的时候，这个 TNT 它就直接掉下去了，它就不会弹到前面去。下面弄一个朝上的粘性活塞，朝上，然后上面放一个红石块，这个红石块能够让这两个活塞都处于一个 BUD 的状态。当这前面推到这，会把它推到这一格。算了，我这里不好放东西，就把它推到这一格，那就会让这下面这一部分再往前面推。然后这一个活塞也会被更新，然后往上面弹一下。我还是习惯性的会一边做一边讲解，还是稍微讲一下比较好。往前推的一般都是普通活塞，反正你们做的时候就记住这一点。往前面推的一般都是普通活塞，往后拉的那就是粘性活塞。这个朝后，所以我们用粘性活塞。我没有打开我的滑稽红石材质包，我已经是第几次说这个话了。然后就放一个横向的侦测器，像这样放。这个侦测器就是用来激活这个粘性活塞的。最后呢，要在上面放一个栅栏，这个放上来。伙伴们，哎，这个高度刚刚好，对不对？刚刚好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它会往后面飞，然后再飞回来，这里的活塞到这，这要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要这里弄一个开关，这里的开关会把这一边的连杆往后面拉，所以这一部分全都往前面移了一格。之后这个飞行器它飞回来的时候会往前面飞一格，原本这里的侦测器它会飞到这里来，下面的活塞呢也是会飞到它的屁股后面。然后这里的侦测器它会给它再充能一次，就会将它往前面再推一格，这个活塞就推到红石块这里来了。然后这个活塞再往前面推，就把这一个活塞推到前面去了。然后它会在这个 BUD 的位置，然后再往前面推。或者我们不放矿车，我们先就这样空着让它开机，这样最安全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刷怪了！完了，伪和平怎么突然坏了？来，把铁轨先放上。我们不放矿车，看它会不会出什么问题，这样绝对就不会炸膛了。先来排查一下问题，对吧？首先是这个活塞，它会动，把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之后，这边这一片都到前面去了。这里计时，下面没有挖，被我发现了，没有挖，它怎么往后面走呢？我觉得我可以先按一下开关了。反正上面 TNT 又不会复制的，对不对？可以动。行了，看什么看？直接开机就对了，第三个 TNT 复制出来了，很稳，对不对？很稳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们就可以愉快的来挖石英了，来前进。哇，好久没有开盾构机了，真爽。好，我们最后来看一下，我们能够用时运爆多少组石英。这里呢，我手上已经有5组多15个石英，我们来把它摆在地上，用时运把它爆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已经把它们全都摆在地上了，就是这么一个模样，还是有点大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用时运把它都给挖掉。好，我已经把这5组多的石英挖完，看一下身上有多少组。这里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组多一点，那么也就是刚好翻了1倍多一点点。这样呢，我们石英也就不缺了，可以做很多的红石元件。
如果大家想学这个盾构机怎么做的话，我会将 Commit 的原视频以及我自己的中文视频教程都会放在视频简介。那么本期视频差不多就是这样，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